来看一下中美之间的角力哦，从这个科技 AI 这个领域先来讲起哦，因为最近发现好多这个大陆的顶尖科学家跟 AI 有关哦，都怎么接二连三有出现一些奇特的，比方说离奇死亡的状况，比方说像是我们看到18号时候传出哦，这个大陆顶尖年轻科学家，这个高分子材料领域的专家周光远过世哦，年仅51岁，所以有关单位说要加强对于顶尖科学家的保护。这半年来，其实已经走了3位这个顶尖的年轻科学家，包含7月1号38岁的这个冯阳鹤，他其实这个是智慧指挥领域著名的一个青年专家哦，他是车祸死亡。然后55岁的全球人脸辨识技术的开拓者，这个大陆的商汤科技。创办人这个汤小欧哦，他也在12月15号因病救治无效过世，所以人家都在想说，为什么都瞄准了这些科技领域的一些顶尖人才呢？就有人开始在联想，会不会是 CIA， 会不会是摩萨德呢？因为你看，像这个伊朗的核专家遭到暗杀，后来也被指出，这2020年的报道说以色列就是这个幕后的黑手啊，当时也是指向了是不是摩萨德是幕后黑手呢？那伊朗就讲说这个 CIA 啊是暗杀这个核专家的一个黑手哦，所以他们就有提出相关的一些抗议啊。那根据这个权威的文件跟可靠消息哦，这次暗杀事件是 CIA 策划、指挥跟支持哦，那且有中情局的特工直接参与这一次的暗杀，所以美国政府对这件事情是有直接的责任，因此大家开始在联想，这个科技的专家或者是 AI 的专家，难道在大陆这边离奇的接二连三这样子的状况，也跟这个美国或者是跟以色列会有关联性吗？那再来我们看，不止如此哦，现在美国好像也要开启一场混合战，是要来挑拨这个中俄之间的关系吗？我们记得哦，这个之前有这个外国的媒体讲说，秦刚的事情是这个俄罗斯的副外长向这个习近平来告密的，现在又有最新更新的讲法，就说这个亚洲哨兵的报道，他说习近平在今年3月的时候访俄罗斯的时候，普京当面就透露，中国的火箭军向美国泄露了一些机密的消息，秦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后还说消息人士表示呢，秦刚数个月前已经遭到了处决。那所以你看到这个外媒不断在加码，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感觉上面好像是不是告诉你第一次大家还觉得很质疑嘛，不相信嘛，现在美国又得要加码，变成说不是只有这个副外长告状哦，还是普京亲自告的状哦，想要借此来引起国际的注意吗？是不是也在开启一场混合战哦？对于中国大陆的混合战，那我们来看看岸田现在目前跟着美国，是不是自己也有一点就是反倒影响自己的这个自身的支持度哦？我们看这个消息，政治现金案现在不断在延烧，东京的地检哦，他搜查安倍派的总部，也就是自民党的总部，现在这个已经爆发，等于说最大募款丑闻案，这个数十年来席卷自民党的最大募款丑闻案是有关的，而且日媒还爆出岸田是不是有侵吞192万的日币，现在目前他整体的内阁声望哦，竟然有高达44.5%的民众希望岸田赶快下台，认为他毫无影响力哦。但是你看，岸田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是很听话啊，因为在各式各样的一些冲突或是战场上面，都有日本的一些跟随的痕迹。比方说在乌克兰上面啊，俄乌战争，日本也加入军援乌克兰，提供3种军用的支援兵，然后美日韩共享这个北韩飞弹的即时数据消息，还有剑指中国大陆哦，跟这个东协扩大安保这个海上的安保合作，跟菲律宾也深化合作，所以美国在哪里，日本就跟着在哪里。那美国当然可能不见得希望这么听话的岸田赶紧下台哦，当然希望保住他。那以巴战争现在同样也是引起了国际的关心哦，因为误杀人质之后，现在以色列的参谋长哦，他们是讲说我们现在接下来会有所调整，看到举白旗的人哦，举白旗投降的人哦，如果他们举起手没有穿衬衫的时候，要等待2秒钟，也就是说人质可以多活2秒，他们还可以多判断2秒，这真的是人质希望的吗？这真的是以色列这些上街头的人民希望听见的解决之道吗？再来，现在目前红海的航道冲突也升温哦。
全世界10大航运公司都因此而停摆了，恐怕会增加2周的航程，因为得要绕路哦，暂时停止通行这个红海。这是来自也门，他们胡塞组织现在加强这个地区的一些发射，除了导弹之外呢，他们还出动了无人机。因此，这个苏伊士运河当局就提醒哦，这个绕时好望角恐怕要增加大概9到14天的航程。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还要联合10个国家联手来护航，要动用这个英加法意和西班牙、挪威这些地方一起来组成海上的联合部队哦。那所以代表说红海的局势现在更加的紧张，各国动作这么多，恐怕直接会影响到的就是油价的波动。从以巴战争、红海危机、中东大战，有可能会变成下一次的石油危机吗？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首先我先解释2秒的问题啊，2秒是有用的，因为这个以色列的军人跟这越战场上的美军都是一样，看着这个他没有办法辨识他，而且在战争的高度紧张压力下，看了人影就开枪，所以他把以色列自己的人质啊打死，而且以色列的人质已经做了准备啊。你怕我身上带了有炸弹吗？我所以脱光衣服，就代表我身上没有炸弹。对，双手举起来，举白旗投降。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兵呢，就犯了这个滔天大罪了。你不问是青红皂白，就一轮机枪扫上去，当然死了嘛。这个引起很多国家的一个反弹啊。下面我讲这个暗杀。暗杀是军事作战里面最卑鄙龌龊、见不得人的一个手段。那最近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事件呢？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军武科技跟美国还没办法比，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暗下决心了，要搞。所以今天大家讲的很多黑科技啊，到今天已经产生很多结果，有弯道超车的，有大量生产的，可以跟美国相抗衡的，甚至有些超越美军的这些军武科技出来。但是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源头是什么？顶尖的科学家。所以对海外在美国的华人的高级知识分子监控得很厉害，也不让你回国，也限制你的自由。最早以前钱学森就是例子嘛，现在变本加厉。他拿说中国有一个1000人计划，在美国就压制这些华人的科学家，怕他回来。那对中国大陆自己本土产生的年轻科学家，他鞭长莫及，他只有暗杀。因为 AI 又是下一个 AI 科技又是下一个战场战争形态里面的主角。将来无人机、战争机器各种方面的，还有飞机、大炮、军舰，它里面都需要 AI。那 AI 可以节省很多人工上的错误，而且迅速联络、迅速的这个指挥。所以首当其冲，今天这个年轻的科学家这个死亡，还有车祸都是很容易安排的，只要了解你的生活起居，随便弄个车子就把人弄死了。那这个人脸科技啊，你像中国大陆现在很多火车啊、飞机啊，它现在不像我们以前要这个卡那个卡，对，你的脸出来，它就这个也是非常让美国的很多情报人员在那边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一进入镜头，它直接辨识，所以这个东西啊，美国不是没有这种记录了。以前俄罗斯有用过，对他的叛徒有用过，逃亡的叛徒。那美国跟这个莫萨德是以色列的，对，他的目标不会对中国了，他的目标是对付中东那些国家。但是对付中国的一定是 CIA 的。因为 CIA 本来他的主要的任务就有一项就是干这个事，派人渗透，然后夺取政权，不听话的政客，领导人我就暗杀。所以这个东西可以看得出来，一个美国对中国大陆军武科技的一个忧虑。他担心他的军事霸权会输掉，就这样。好，赖老师。我记得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有一位老师叫郑竹元老师，他那时候从美国回来啊，做那个密集式的一个教学啊，因为他就一个暑假期间，那么一结束以后又要回美国去。他那时候有跟我们谈到了几个很重要的概念啊，他说最珍贵的人才就是在40、50岁的时候，这些很成熟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个主管啊，因为培养到他们很不容易。那这么顶尖的人接二连三的在大陆就过世了、往生了啊。
我觉得确实大陆要高度的重视这些人的安全的问题，因此不能够完全排除说没有外力的干扰啊，没有 CIA 的介入，我觉得不能完全排除，应该要好好的去调查研究，包括他的饮食习惯有没有在他的饮用水下毒，或者是因为你知道很多慢性病是用很细微的长期的方法下毒造成的。我觉得另外这位顶级的这位军事的科学家，竟然是在开完会以后，然后在轿车的时候车祸死亡，而不是他的专门司机把他送回去。所以我觉得在很多的情形下，确实大陆是需要高度的重视这件事情。另外，有关于日本的这个贪腐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小金库，因为这些日本的这些政客，他们本身在募款的时候就是说你除了有一部分是申报，另外有一部分就作为自己的小金库使用，这个就是非法的敛财了。那有的时候是政党要募参会的时候，他们的估计就是说，每个人都要认购，例如说你要卖出20张，那多卖的就归你。这种不成文的这种腐败的现象，那在这一次中被检举。然后，所以东京的地检署在侦办的过程里面，发现这个情况，贪腐的情况非常的严重。不但是不但是安倍晋三的派系，他的派系目前已经瓦解了，因为5、6位这位的阁员都已经涉及严重的贪腐，甚至二阶晋博、二阶派系也都有，岸田现在扯到他了，所以他们的整个声望支持度。一般来讲，首相的声望支持度跌破2成，他就应该要下台。他现在已经跌到16了，他还不下台，所以我们看到情况是真的是在日本来讲情况很严重。以色列的问题，我觉得以色列国防部长跟参谋长要负完全的责任。当初那一些士兵在作战的时候的用枪，是他们本身规定说可以放宽用枪。不需要第一时间辨识平民百姓就可以用枪，所以今天造成了把自己的人自杀了。我觉得不能够把责任甩给这些第一线的士兵，当初谁下令谁就负责任，应该自己先辞职，静候司法调查。好，永平姐。是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例子觉得说以色列在这个极右派的统治下呢，它一步一步真的是走到这个非常极端死胡同的情况。那从它毫不掩饰的，他现在对于加萨走廊的攻击呢，其实是之后是要占领的包含这个约旦河西岸呢，他也是毫不掩饰他要占领的企图心。到他呢现在对自己的人质呢都可以违反战争法的这种情况下，这个无情的枪杀我觉得现在整个世界本来我们在2战之后呢，期望大家彼此节制，建立的一种比较人道的价值观跟全球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呢，逐渐在瓦解。而这种状况呢，现在又以美中对峙可能会把很多的情况更加的恶化。尤其是我们会看到呢，连可能对于中国大陆顶尖科学家的暗杀行动都发生。以前的 CIA 呢，其实是很不光彩的历史，他们并不是没有做这种事情的传统。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目前这各地区域立委的一些选情那也包含了不分区的这个政党票。现在根据这个联合报最新的民调，立委的选情呢，目前蓝营维持是领先。在区域立委来说的话，目前蓝营的支持度是29%赢过了民进党跟民众党。那在不分区的选票的话，这个同样也是领先的这个趋势目前支持度是31%，也同样赢过了这个民进党跟民众党。所以朱立伦就评估现在目前这个国民党的立委选情审慎乐观，有机会单独过半也就是说，现在目前选情较为紧绷的大概有15个选区，如果能够选得很顺利的话，至少能够努力达到在国会当中单独过半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民进党过去一些可能觉得不会输的地方最近都好像出现了一些破口首先从北台湾来看，新北三重这个地方因为在上个星期
里这个黄阳明哥他有点出来说，于天好像心里有委屈哦。我们都知道这个于天之前哦，就是让给年轻人来选的时候，他有跟赖清德要了不分区的位置，结果后来没有啊。那这个于天就说感觉啊有一点受骗，所以心里面有一个过不去的结啊。那后来这个消息曝光之后，有人就去问了于天，在立院问他说：“别问我，我现在什么位置都没有了。”那当然那一天我们看到民进党的这个党团立刻就出来讲说啊，这个于天身体出了状况，没想到又被反驳了。是谁？于祥全，就是于天的儿子跳出来说没有啊，他好得很呢，身体也很健康，很好。哇，这真是不给这个绿营台阶下哦，绿营都已经搬好台阶，又被他儿子一脚给踢开，所以看起来是不是于天可能会成为一个破口，这个新北市的竞选总部的主委消失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在板桥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罗致政好像以前就是觉得这个选得很稳当嘛，那既然是领先的态势，其实都很少看到他有攻击对手，但是现在瞄准了对手叶元之来攻击哦，他就讲啊，还特别开记者会，还播影片啊，就说啊叶元之什么在质询的时候一半跑掉，还讲说今年上政论节目上了500多次哦，还换算起来多少钱呢？他说这是伪装成议员的艺人，本业是通告艺人哦。那叶元之就回应啦，就说为国为民发声哦，录影遇到很多的绿营的民代啊，那又怎么说？难道你的主业是摩铁代言人吗？说得非常的酸哦。那还有一个地方是云林苏治芬，过去呢他从政27年来6次的参选都是过关斩将哦，跟这个张荣卫家族多次对垒也都获胜，所以在云林政坛有东方不败之称哦。可是现在竟然传出来，是不是云林国民党有可能加上不分区的韩国瑜位居第一嘛？那就有可能抢下3+1席，在地的立委呢？在地的人就讲说，过去苏治芬对战张家从无败绩哦。那蓝营现在改推这个曾在虎尾镇长选举夺下75%得票率的丁学忠哦，所以看起来来势汹汹哦，这个选情非常激烈，有可能丁学忠有机会可以扳倒苏治芬哦。那还有屏东这边，我们看这个钟嘉宾也对于对手说啊，这个民调看起来目前5-5波哦，感觉起来屏东这边立委是不是也有翻盘？钟嘉宾也非常难得的跳出来啊，在讲说这个是假民调，影响选民，这不是事实。但是你从北到南看下来，是不是这些地方过去很稳啊？我们几乎之前讲说那个不稳的10个区域，没有讲到这些地方哦。那连这些地方都开始出现要出来，这个面对面直球对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是不是就显示出来民进党区域立委的选情真的不太妙？那为什么不妙呢？很多民进党的人说，看到现在民进党做法有点支持不下去哦。为什么？因为他们说这个不分区哦，这个一直喊出来说要抢救王义川大兵哦，因为他们这个不分区绿营的不分区第14名就是王义川。很多人说王义川是谁？就是那位靠背哥，我们每次都要讲一下，就是那一位说大陆的高铁没有靠背的那位靠背哥哦。那他现在还会 key 档啊，还会怎么样？所以这样的人要挺吗？赖清德跟萧美琴说要抢救他，我们来听听。这一遍更特别啦。政党票投民进党，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要抢救啥？王义川，抢救一个好不好？支持民进党，我们除了支持好的人才进入国会，这一次很特别，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要抢救王义川。我们要抢救王义川，美德赢台湾，抢救王义川，美德赢台湾，抢救王义川。对，不光是我们就是非绿阵营看不太懂啊，其实连很多绿营支持者都看不太懂，说为什么美德赢台湾后面一句会接抢救王义川？王义川有那么重要吗？在这个网络上面啊，甚至有人在讲说，一下子抢救王义川大兵，一下子这个世代啊，然后他们就讲说，拜托王这个咖不要出来拜票啦，脏眼睛，还是民进党御用的当机哦。那甚至说塔绿班造成也不能找好一点的吗？什么高铁没靠背的，这样子也要我们来相挺哦。所以
是很多绿营支持者是受不了，你怎么会这样子美德赢台湾跟抢救王一川？到底王一川有什么样的魅力值得这样子来喊哦？那再来我们看看你们一直在讲的这个经济果实，结果赖清德说啊，中国打压台湾的水果啊，政府现在要分散外销市场因应。好啦，怎么分散呢？日本买不买呢？结果最新消息出来啊，日本2009年以来，现在我们目前外销的是创下了新低纪录，哇，这直接打脸。那还有今天看到一个消息说，我们的无薪假要担忧了，因为年关将近哦，将近万人，9576人现在是被迫放无薪假哦，甚至还有很多都是资讯业、制造业，所以这个消息难道不值得重视吗？年关要来了，这些人都不好过年了。还有这个战场的既视感哦，现在役男也要注意了，因为1年的义务役即将入伍，还说呢，新训期间未合格、没有办法取得捷训专长证书的人，即使以后下部队，每个月也没有办法领取1万元的专业加给哦。那赖清德不是告诉大家说他当总统两岸发生战争几率最低吗？结果看到了，现在美军自己还要恢复冲绳常驻战机哦，这是日经亚洲的报道，就说啊，接下来嘉手纳基地要这个变成一个永久部署战机的地方。然后呢，这个美军还有意哦，在日后调派无人机前往冲绳协同作战，那说是要应对中国威胁跟台湾战争的可能性，这个美军还要重返丛林，就是台湾丛林作战嘛，让大家觉得挺担忧的。我们先来问一下永平姐。我真的看到民进党竟然把总统、副总统这个的口号跟抢救王一川绑在一起哦。第一个真的是匪夷所思了哈。那第二个呢？那王一川何许人也？他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重要呢？因为民进党倾全力的由总统候选人本尊不断的问大家说抢救、抢救、抢救。他不是只讲一次他讲了2次、3次、4次、5次，强调说哇，王一川就重要就重要。就这个人是什么呢？这个人是不是代表了民进党的价值？所以民进党价值是不是就是说，只要遇到中国大陆的问题，绝对不说真话能说怎样的谎话，就是拼命要说谎，因为说中国大陆的高铁没有靠背这件事情，这种谎言太容易被拆穿了嘛，对不对？全世界中国大陆有14亿人不要说14亿人都搭过高铁啦，4亿人总搭过高铁吧，对不对？然后呢，搭过中国大陆高铁的也不只是那个中国大陆的人啊，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尤其商务客、这个观光客去到大陆，经常坐他的高铁啊，舒服的要命啊，靠背好的要命啊，这么容易被拆穿的话，这样的一个他当过台中市的交通局局长这样的一个伪专业的人还可以key档，然后呢还可以今天出来抢救，真的是不知道民进党把民众想成什么了。那因为我说王一川他们为什么非抢救不可？因为遇到中国的问题呢，他就要说谎这是民进党价值嘛，那没有错啊。那个赖清德展现了这个价值啊，他竟然敢这个对大家说，他如果当选，两岸战争的机会最低，那这不是明白的谎话吗？同样的价值，同样的价值啊。好，同样水准。那我只问一件事情：今天如果你要反驳认为大家不应该这样子骂你说你说谎，可以，那就请问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如果你认为你当选了以后，两岸发生战争的机会很低的话，第一个，你可不可以把兵役回复到不要1年，变成4个月？第二件事，你可不可以跟美国讲说，你的这个军援我们不用接受？好，我们不需要美国再给我们钱啊，台湾又不是没有钱，对不对？我们干嘛是接受美国？那个不是军售哦，是美国还编列预算给我们钱哦。美国因为要控制我们的整个练兵系统，搞什么丛林战什么的，美国自己觉得说台湾的人不会情愿去帮他这样子做这些这个代理人战争，所以呢，他故意要给你钱。所以永平姐，是不是你说的这一种价值，民进党的价值已经在他们的区域立委这边动摇他们的选情了？不但动摇他们的选情，更重要的是呢，让大家很吃惊的，刚才翟轩有特别讲，今天举出来的三重、板桥、云林、
还有这个屏东。说真的，我都非常的吃惊，因为我们想象说新北这次国民党应该比上一次的选举有所斩获，可是你万万想不到三重，好，然后板桥罗致政这一席呢，连叶元之都亲自告诉我，他说：“哎呦姐，我知名度跟他差非常多哦。一开始，他被提名的时候，他很辛苦，可是呢，他现在强力打，弄到这个罗致政都这么。”担心，那云林跟屏东更不要讲了，竟然绿的铁板一块的地方，现在也出现了危机。那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说明呢，民进党他完全不顾民众的知识、民众的智慧这个当着你的面都胆敢说谎的这种情况下，让民众觉得说。你实在是太小看我了嘛！你实在是太看不起我。那越南部的人越不喜欢被人看不起。好，将军，这个我要跟所有观众报告一下，我当过立委，所以这个不分区立委的重要性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区域选的立委他很多时间要回到区域去服务，所以我们的不分区就都是找专业的，比如说我是国防出来的，我在国防委员会。那国防部不管你什么大案小案，该过的绝对过，不该过的我也可以把它过滤出来。你不是这一行的人，你根本看不出中间有什么猫腻嘛。所以为什么这次大家讲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的名单比较漂亮？对，而民进党那个边搞的这个不分区，王一川抢救就是为了要反中。你想想看哈，懂经济的在经济委员会，懂国防的在国防委员会，懂交通的在交通委员会。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立法院呢把握得很牢，因为你知道啊，当这个你看最近2年国民党立委人数少，民进党任何不合理的法案、不该出来的法案，通通出炉，举手就通过了嘛，对不对？还有一个，你像那个柯建铭，干了这么多年，是他的这个话事人啊，对不对？他也不看别的位置，因为他对议程很纯熟嘛。我们在立委的时候，哪怕你是再好的立案，在程序委员会就不让你过了，根本销声匿迹了。所以对国家有利的方案不见得出来，对国家有弊的弊案呢，在他们掩护之下就过了。对，所以这个问题我跟你讲，不管总统选输选赢，立法委员也是钳制一个不当总统最好的一个。帅将军，更要命的是。民进党以后进国防委员会的是那个黑熊部队的沈伯洋，他是主张拿步枪打丛林战的那种。这个问题就是你让现任的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都很难过呀，因为很难堪吧？不是你很难过，要的东西你不给，不要的东西塞在手上。美国哪里有好心说给你钱了？那是贷款啊，还是要还的。然后他 sell 的 garbage， 你看美国现在的新闻也出来了，美国的议员在检讨，你援助乌克兰这么多军备，钱谁赚了？美国的军火商赚了，对不对？然后乌克兰的老百姓死了，对不对？这就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国家政策，他逼着你去走城镇作战、丛林作战，那就是拿人命。不停的填嘛，因为炮灰嘛，你训练不足嘛，所以民进党给这个动员的这些兵加1万块，就怕你训练的时候摆平在那的躺懒不好好训，所以说，你如果不合格，少给你1万。你想想，这种兵有用吗？在战场上能有用吗？那只是活生生牺牲的炮灰啊！因为我们带兵带了一辈子。1年的兵根本没有办法应付战场上的问题，他连自身都难保。1年的兵扣掉114天的周休2日、52天的举光日，他还剩几天可以训练？而且现在的部队全部是机械化的，装甲部队跟机甲部队，这种步兵上去没有车可开，没有炮可开，就拿一个步枪跟敌人拼命，下场你就可想而知。好，请教赖老师。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高铁可以造得出来，还可以卖到印尼去，然后在印尼已经通行了，大家都很清楚，高铁可以造出来，怎么可能高铁不靠背？
所以王义川故意讲这句话的目的是要引起大陆民众网民的愤怒，然后透过大陆网民的愤怒，在网络上，然后就开始攻击批评，然后激化两岸年轻人的对战，然后把这种仇恨值，把大陆人对台湾的仇恨值拉到更高一点，因为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常识，而且根本不需要去证明。大家都知道，连火车都可以有靠背，怎么可能可以造得出高铁没有靠背的可能？他睡的是卧铺，不，所以他很明显的是故意的，他很明显的是故意要让大陆人仇恨台湾人。这个仇恨一旦形成，就有利于民进党在台湾内部的宣传。那这样的情形下，你就可以完全理解为什么萧美琴要抢救王一川，为什么赖清德要抢救王一川。就是因为萧美琴也好，赖清德也好，他们就是要想办法激起两岸之间最高的仇恨。所以这两位候选人，他要抢救王一川，就是因为他要挑拨两岸的仇恨，以后让两岸之间来打仗。那这样的话，就符合民进党在台湾的利益，因为他的任务就是不断的挑起两岸之间的不断的冲突。那这样的话，让美国跟日本可以介入。我觉得他们的阴谋很明显，而且很深、很恶毒，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王一川抢救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太坏了，我很少看到有人心是这么的坏，但是他生怕两岸之间不打仗，所以我觉得立委的议席很重要。朱立伦有这个企图心是好事，但是我觉得国民党的所有的候选人要卯足全力去选，国会过半，让国民党至少在不管总统选举如何，先有办法牵制住。那如果总统选举又好，那这个时候完全执政就能够好好的实现政党的理想。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现在选战倒数25天啊，今天最大消息大家看到了，这个联合报出现了第一回这个赖萧配、侯康配。民调追平了，现在55%哦，这个蓝绿现在目前的支持度在联合报的民调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个赖萧或是侯康都是31%哦，柯银配目前是21%。那再来，我们来看今天同样也有美丽岛最新的民调出来，这个双方哦，现在目前的差距是大概3.3个百分点。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态势上面哦，基本上这个联合报也好，美丽岛也好，或是 TVBS 的民调也好，都是呈现同一个态势哦，就是这个赖萧侯康是越来越接近。那柯文哲、柯银配是位居第3。那过去其实汇流民调每次做出来，柯银配都是领先这个侯康配哦，柯银配相对来说也是这个好像跟赖清德、赖萧配比较接近，但是就连汇流最新的民调出来，态势上面也跟其他民调吻合了。现在目前柯银配是位居第3，只有21.3%的支持度。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选战只倒数剩下25天了，大家说有一个赖清德的第一是没有办法超越的。什么样的第一呢？叫做讲插话的第一有2023插话王争夺战，就是大家整理出来赖清德、赖公德这些日子以来讲的插话，或许我们都讲是陈时中啊，没想到今年换人当了2023年的插话王冠军就在这边哦，第一名他说有门牌就没违建，然后甚至还讲说有注意到房价在降吗？还有说台湾其实不缺电，缺的是台湾人的信心哦。还有说我当总统，两岸发生战争的几率最低。这听到这边大家都已经快听不下去了。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呢，这个蔡英文也有上榜哦，第5名，他说世界都在上架台湾，为什么台湾要下架民进党哦？那这个我们看到，反正这前10名啊，通通都是这个民进党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插话王的入围赛的这个排行榜哦。那我们来看这个赖清德，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这个违建争议里面，让他的民调好像始终就有一个天花板，不仅上不去，还一直往下坠哦。那不止如此哦，我们看其实
蔡英文也好，英系也好，新潮流好，就是现在大家最诟病的，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支持你民进党？为什么甚至很多年轻人浅绿转向支持了其他人？就是因为你们是不是有点假党假替啊？我们看这个黄国昌哦，他今天开记者会，他就说啊，这个联合再生能源哦。董事、独董都是自家人，都跟绿营的关系非常的密切，甚至还问蔡英文：“你敢办放水的王美花吗？”这样违法套利，他还弄出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图，就讲到说，这个联合再生能源的董事长这个洪传宪呢，他是蔡英文后援会的总会长，那他跟张景森也是好朋友，那他里面这个。联合再生的独立董事张景新就是张景森的这个弟弟哦，还有呢，绿营的学者也担任独立董事，蔡明芳也在这其中哦。他们说，2021年联合再生取得了这个经济部工业局评选的87公顷的土地承租权，而在王美花签订的约当中哦，其实是有明定说这个土地是不可以转出租借或是用任何方式提供他人使用，也就是说，你如果承租下来的话，你就要好好做嘛。但是联合再生哦，他在2021年的5月签约之后。同年的12月哦，就这样半年之后，就立刻把这个联合再生能源公司的100%股权，用4.26亿卖给另外一家叫做台湾和轩绿能的公司，然后打着绿能国家队的招牌，空手套白狼吗？不到半年时间就海捞了2.63亿哦。那我们看这个出来爆料的陈婉慧，他就讲说，这个没有终止租约的原因哦，是因为联合再生哦，他就在这个隔年，就签约的隔年之后呢，找到了柯建铭老柯，瞧出以伪装的方式，表面上持股60%，但实际上面它是这个特别股哦，也就是说实际持股大概只有12.5%，明显是违反了当初的契约，这不是图利放水，什么才是图利放水？所以他们就指明说，蔡英文、王美花出来跟社会讲个清楚，有个交代哦，这样的英系绿能国家队转售套利。那我们看到这个总统府出来回应啊，他就讲说，如果有不法的话，就支持严查严办。可是这个说法网络上面完全不接受啊，他们讲说，只有我觉得很夸张、很气愤吗？刚刚看完了整场记者会之后，觉得民进党应该下台了，而且这么严重的事情只轻轻带过说，严查严办，怎么不是赶快出来大动作说明清楚呢？让大家了解真相是什么呢？那除了这个英系我们看这个赖清德也是讲。要抓光电蟑螂啊，然后谢龙介就讽刺就讲敌人就在本能寺他说你要抓现在就可以抓现在执政党不就是你们吗？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你看新潮流就是这个样子嘛，讲是一套，这个好像要治国要为民着想，但是你现在就能做，为什么不做呢？那你看游志斌也爆料他讲说10月上旬的时候有基隆海关人员想要稽查货柜但是货柜上的封条在开柜前的一晚就遭到撕毁了，那导致有3箱的货物就被劫走，这个幕后的主使就是民进党的前秘书长罗文嘉的二哥他是在基隆这个机关动机核查组的组长罗文珍那这个基隆这边的这个队员他们要追查的时候，罗文珍却是百般阻挠，因为他登记时候是15笔，但实际上进来是18笔。他说这到底这3箱不见得是枪支还是毒品，是不是应该要讲清楚呢？那我们看这个基隆官博他就说这是子虚乌有这个桃园立委候选人这个指控是绝对没有这件事情发生的，但是我们还是打上一个问号，希望相关单位出来说明清楚我们先来问一下永平姐。好，现在所爆出来的这些新的料讲真的，我们都没有看到。现在还正在执政的蔡英文政府特别陈建仁所领导的行政院呢，在第一时间做清楚的说明。那我觉得现在选举只剩下不到30天、20几天的时间这么紧绷的情况呢？黄国昌、陈婉慧不是时代力量，他们现在是民众党民众党呢指控这么严重的事情呢，就第一时间经济部一定要很大阵仗的开记者会就你看到怎么样？他们爆料现在已经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吧？
对不对？那你那包含像这个海关的这个问题哦，都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子虚乌有，那你4个字可以解决民众的怀疑吗？那我觉得现在正在执政，你只是很轻飘飘的说啊有问题我们就查，有绿能蟑螂我们就抓，那大家能够信赖你蔡英文跟赖清德这些人吗？特别是蔡英文还要去对赖清德挂波检说，哦，赖清德一定会做得比我好，难怪呢，当他问这个事情的时候，下面人静默一片。事实上啊，我们长跑选举场的人都知道哦，这是很离奇的。因为呢，选举场里面有一些拿麦克风的人哦，他们除了那个正规主持人以外呢，他们旁边会有2、3个拿麦克风，一般叫做 sidekick， 就是旁边帮腔的啊。通常问说啊，谁当选好不好啊？好啊，哦，我们给谁那个画动算啊，后啊动算啊，就那些人是帮忙的。所以当蔡英文会讲说，哎，那赖清德一定会比我这个更好的一个总统呢，哎，连这个帮腔的他都默然不语，也不会说后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就说明民进党现在呢，他整个执政到了连他的支持者呢都感觉内心奶油都很心虚啦，都很心虚。那很心虚的这个状况，我觉得现在从民调上呢，也确实可以反映出来。因为很简单，我们现在看民调，有的时候你从不同家的民调来做对比呢，其实非常困难，因为不同家的民调，它的那个样本数，还有它采取的市话跟手机的比例，还有它怎么样去进行它的那个母体，还有它的那个访员跟它的问题设定方面呢，其他都有它不同的讲究。可是呢，你要看趋势呢，就要看同一家的民调它1个月前做跟现在做的部分。那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联合报的民调之前侯康配刚刚搭配不久之前侯康跟赖萧还有那个小幅的差距但是是在误差范围之内。但是这次的联合报的民调呢，已经完全拉平。那这个说明什么其实大家都讲说赖皮寮的事件呢，对赖清德很伤，但是他的伤害呢，严格讲起来不是使他的民调下滑，因为呢，他的民进党的那个铁票的支持者呢，一直是相当稳固的这一点我们对民进党来讲不要存有疑惑。可是呢，使得赖萧的所谓的领先变成非常脆弱的领先，甚至没有领先，因为呢，变成了他的天花板。就是赖皮寮这个事件为了一个这个其实面积也不是很大，大家也不明白，所有人都纷纷拆违建的情况下，他不但不拆，还要哭的这个状况，除了有人在传言说是不是因为风水的缘故不然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赖清德犯了这个好像是刚进入政坛的人的很初阶的错误。他一直纠缠在这个议题呢，使得他的民调呢固化了。而这个时候侯康配往上冲，那甚至呢柯银配也没有真的多么掉下来，那这个是民进党很大的危机。所以民进党现在全党救一人，就救这个赖清德，但是可能很多选民已经选择下车了。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这个当然，民进党现在很多弊案陆续曝光嘛，让老百姓现在看到，就是这个政党窝藏了这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我想普罗大众都会慢慢有感觉，所以民调的趋势在改变嘛第二个，我对一个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个性呢，我觉得要非常慎重。你要晓得，一个人在情绪之下做出来的决定都是不正确的。以前《孙子兵法》讲的“将不可怒而心事，不可晕而自战”，就生气了去做。那赖清德以前当市长的时候，可以几百天不进市议会，他是跟李全教生气，但是你不能说把市政搁在那里。对。那今天为一个违章建筑可以哭成那个样子我真的很担心，一旦他领导这个国家，那碰到任何刺激或者压力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做出很睿智、很聪明的一个决断？
这个我们国家的命运是操在总统的一念之间。今天如果这个为了掩护一个违章建筑可以哭成那个样子啊，我真的很担心，将来主持中华民国的大政方针的时候，你被情绪绑架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出很恰当而且自当的决定？这才是我担心的。今天民进党这个贪污腐坏的事情已经太多了，我都不愿意讲。第二个，他们用人也是，你像王美花，她要说明她的错误的话，那说一天都说不完。护国神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资产，在他手里送出去了，我们比韩国都不如啊。韩国还可以卖东西给中国大陆，我们是1年1签了。所以这些国家的重要的领导人，就交给这些素人。我讲良心话，你不是这个专业场合里的人去做这个国家，怎么会不出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济眼看着就要掏空了，国防经费那么涨，特别预算花这么多，债务那么多，还在那里吹牛，我们今天还债了8000亿，内行人一看你负债都超过1兆3呢，所以这个问题啊，不能用谎话治国，不能用情绪治国，这是我最不能够容忍的一点。对他个人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们选一个最高领导人，绝对不能选这种德行跟品格的、个性的人，这很危险。尤其台海两岸现在已经在讲到国际上讲的火药桶上，在火炉上烤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领导人的要求绝对要超过我们以往的选举。好，请教赖老师。黄国昌以一个法律人的方式一个可能涉及很大的一个弊案，而这个弊案的源头是来自于蔡英文对于年轻人的理想的一个欺骗跟玩弄。蔡英文一直在强调说绿能是未来我们台湾要发展的，我想很多年轻人都会支持，因为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暖化确实是一直在发生，大家都在想办法要解决，所以要走绿能，这个都方向是对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蔡英文的整个执政团队的做法，我们看到了，却不是真正往绿能的方向走。我们看到的是火力发电比以前更多了，空气污染情况比以前更大了，但是绿能的这个部分里面，实质上的成长却只有5%不到，甚至10%这个目标永远达不成。可是钱却一直花，一直花，一直花。也就是我们国家的总预算中有很大的一部分的钱一直就丢在这个都没有看到成效的绿能上面，而这些绿能这个部分里面开始一个一个被爆开，有弊案，包括在这个永平这个选区里面的那一位候选人您过去的选区的本来是永平要当选的那个选区的候选人，他的父亲也不是懂绿能，也不是专业绿能的。可是确实在经营绿能，而且都经营民进党的绿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挞伐。现在又黄国昌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公文有内涵，也就是完全符合人事时地物所有的事情，把相关的人的人脉关系全部都爬梳，把公文把整个条约合约的这些规范全部都说出来，说出来了以后发生这么大的弊案，就这样套利2亿多，老百姓的血汗钱被掏光了，而蔡英文却想淡化，我觉得淡化不过去了，因为大家还是会一直追这个问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